男人跪在女孩面前，解开她的裤腰带，然后嘴对着嘴，而这都被一个女人看见了，她吓得瘫倒在地，惊慌中完全没意识到男人是在救女孩。很快，警方就以奸杀为由将男人抓进了警局。媒体记者们疯狂拍照，没人在乎这个心地善良且智商只有6岁的李龙九。他嘴里不停地喊着要回家找女儿。是的，他有个聪明可爱的女儿，可以说女儿也是他的全部。但警察们却利用这一点，在案件还原时骗他说，只要脱掉自己的裤子，就能立马回家。思念女儿的龙九照做了，可迎来的不是回家，而是围观群众的拳打脚踢。他们全都忽略了龙九在脱假人裤子时，嘴里一直嘟囔着血液循环。不久后，龙九被判了死刑，进了监狱。狱警队长在得知了他的罪行后，二话不说，抓住他就是一顿暴打，接着就把他送进了7号牢房。这里关押的全是重刑犯，带头的是个社会大哥。他们看龙九脑子不太灵光，就抢过他的判决书，一看罪名，我次奥，老大上去就是一巴掌，接着囚犯们一拥而上，把他蒙在被子下面一顿猛踹。从此，龙九成了监狱里最不受待见的人，被欺负，被孤立，他只能蹲在墙角，用树枝一遍遍写女儿的名字。抬头时，他看到一个人正磨着牙刷，磨尖之后，那人将牙刷递给了老大，老大一脸邪笑地盯着7号房的大哥。龙九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连忙朝着大哥跑去，而那个老大已经要扎到大哥了。关键时刻，龙九一把推开大哥，挡下了这次暗算。等大哥反应过来，龙九已经倒在地上，他瞬间暴怒，3两下就将敌人打倒在地，直到狱警赶来才算结束。回到牢房，龙九腰上缠着绷带，大哥为了感谢他，就问他最想要的是什么。原来这大哥在监狱里有后门，不管什么东西都能弄进来。他会利用放风时间，假装把足球扔到墙外，然后外面接应的人会把另一个球再还回来。打开之后，里面就装着各式各样的违禁品。不过这招对龙九并不管用，因为他想要的是自己的女儿，这可把大哥难住了。但大哥是出了名的说到做到。不久后，他就用自己的关系，在监狱里策划了一场歌舞表演，龙九的女儿就在其中。趁着狱警们不注意，有人悄悄从后面抱走了她，然后再通过一个食品箱把女孩送进7号牢房。囚犯们打开纸箱，里面居然藏着一个小女孩，她探出头来，大家都露出了微笑。女孩看到了角落里的父亲。父亲听到声音，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，他激动地爬过去，紧紧抱住了女儿。智障父亲不停道歉，但又不知自己错在哪里。这时，旁边的大哥让他小点声，万一惹来狱警就麻烦了。然而父女俩越哭越凶，有个犯人坐不住了，他怕被发现之后加刑，起身跑到门前，开始大喊狱警。女孩求他不要，其他囚犯也阻拦他，但声音还是引来了狱警。女孩很聪明，跑到了视野盲区。当犯人要向狱警告发时，女孩握住他的手指，流下了乞求的泪水。犯人看着女孩，内心挣扎了很久，最终还是心软了。众人纷纷松了一口气，女孩再次投进父亲的怀中，但这次她变得懂事，变得不再大声。囚犯们都很惊讶，为什么一个智障会生出如此聪明可爱的女儿？女孩问父亲：“你是坏人吗？为什么会待在这里？”此话一出，囚犯们无比尴尬，但又不好说什么。到了送女孩出去的时候了，但因为歌唱队有个人晕倒，他们提前离开了，女孩被遗忘在了这里。父女俩非常开心，但大家却愁得连饭都吃不下，不仅要想着如何藏女孩，还要想着如何把她送出去。不过愁归愁，乐归乐，女孩的到来给他们乏味的监狱生活添加了不少乐趣，他们也都纷纷化身为老父亲，对女孩很是宠爱。但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这天，监狱长看演出照片时，发现了原本3个小孩的歌唱队，却莫名的少了一个。于是他命人连夜查房，等查到7号房间时，女孩再次躲到门后。不过这次狱警突然蹲下身子，好在女孩及时被架起，可下一秒，他们全愣住了。监狱长大发雷霆，不惜顶着暴雨也要将女孩送走。龙九苦苦哀求说：“雨好大，女儿会感冒的。”听到这话，狱长更气了。泥泞里，龙九第一次为自己辩解。女孩被送走了，龙九也被关进了小黑屋。7号房藏人的事儿很快传开，有个犯人觉得不公，于是偷了罐汽油，开始大肆的放火，还扬言要烧掉这里。监狱长好言相劝，那人就是不听。看着火势越来越大，狱长决定冲进房间救人，可刚进去就被呛晕。被疏散的龙九刚好看到这一幕，他喊人帮忙，但哪有人愿意，于是他冒火冲了进去。不久后，狱长醒来，医生告诉他是旁边那人救了你。狱长扭头一看，全身涂着药膏的龙九躺在病床上，嘴里还喊着救救狱长，救救他。这一刻，狱长怀疑了，难道这个可以不顾自己安危，冒死救下他的智障真是凶手吗？
带着这个疑问，他找到龙九的女儿，但没想到女孩过于思念爸爸，成天不吃不喝，病倒了。看到监狱长的到来，女孩用无力的声音恳求他。面对这样的问题，狱长没法回答，也不能回答，只能转身离去。狱警送给囚犯们一个箱子，囚犯刚要打开，一个小女孩就蹦了出来，是智障囚犯龙九的女儿。两人抱在一起，又哭又笑。一旁的狱警说：“这都是狱长安排的。”于是龙九拿着饼干过来还礼。狱长叫住他，问他为什么要杀那个女孩。智障龙九根本回答不上来。是啊，一个智商只有6岁的人，怎么可能会为自己辩解？狱长开始调查这起案件，在翻看龙九的认罪书时，果然让他发现了一个大漏洞。连辩解都不会的龙九，又怎么可能写出逻辑如此清楚的认罪书呢？他找到警局局长，请求重审案件，但局长立马否决，因为死的那个小女孩正是他的孩子。说白了，他现在就是要给自己女儿拉个垫背的。没办法，谁让人家官大，狱长也无能为力。另一边，狱友们也在帮助龙九洗冤。他们在还原了多次案发场景后，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。原来案发当天气温极低，小女孩不慎走到冰面上滑倒，因为书包的关系，摔到后脑勺当场死亡。而龙九之所以脱他裤子，嘴对着嘴，是因为他之前学过紧急救援知识，他只是单纯的想要救地上的女孩。一切终于真相大白，而现在要做的就是让龙九在最终判决时可以给自己辩解。为此，狱友们给他写了一份陈述词，每天监督龙九背诵。龙九也很争气，白天背，晚上背，吃饭背，上厕所也背。为了女儿，他背到一字不差。终于等到开庭这天，但谁也没想到，局长竟然背地里找到龙九，先是暴打一顿，接着就威胁说：“你必须认罪，不然你女儿必死无疑。”智障龙九害怕了。法庭上，他的眼神又像往日一样呆滞。当律师问是不是他杀的人时，现场瞬间沸腾，全是对龙九的骂声。狱长起身大喊让龙九清醒点，但他却一直在重复。结果可想而知，还是死刑。庭审结束后，狱里的所有犯人都为龙九感到不公，于是他们联合制作了一个热气球，帮助龙九越狱。当父女2人走到上面，所有人开始欢呼，看着热气球缓缓升起，监狱长也露出了微笑，就连持枪的哨兵也在跟他们告别。他们乘着所有人的暖意出发了。我真的想在这里结尾，但偏偏热气球的绳子被铁网挂住了，他们还是没能逃出去。行刑这天，狱长把女孩带过来与父亲告别。铁门前，父女俩紧紧相拥。Merry Christmas. 잘 가。 狱警带龙九离开，此时女孩还不知道这将是2人的最后一面。走到转角处时，龙九还不忘为女儿扮鬼脸。女孩看着父亲消失，她死死盯着转角处，嘴里数着1、2、3，等待父亲像以前一样跳出来。可这次却迟迟不见人影，她感到了不对。龙九听到女儿的声音，猛然转身，开始不顾一切地往回跑。他隔着铁门抱住女儿，嚎啕大哭。这个自始至终无论谁打谁骂都没流过泪的智障男人，在意识到自己再也见不着女儿时，第一次向身边人求助。他说他错了，他说救救我。可是狱长也只能默默流泪，谁也帮不了他。后来女孩被狱长收养，长大之后立志成为了一名律师。他找来当年7号房的叔叔们作证，一起为自己的父亲洗清了冤屈。当他走出法院，天空下起了大雪，恍惚间他看到了那对当初站在热气球上的父女，正朝着他挥手告别。안녕，아빠。